就关税本身呢，在上任之前就宣布说，未来可能会对中国所有的进口商品课60%的关税，对其他所有的国家课10%到20%的关税。现在这个还没有显，就是他先喊出来，原本就已经对中国课重税了，可以说是全民关税或是全球关税。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经济政策能够让美国变得富可敌国，但也可能让你我的 iPhone 价格翻倍，那你会怎么选呢？而且这还不是什么新鲜事，这是美国现任的总统也就是我们又回锅的川普总统呢，他最爱的经济武器关税。那这位总统呢，曾经说过 To me, the most beautiful word in the dictionary is tariff。 那意思呢，就是说对我来说呢，在字典里面最美的那个单字呢，就是关税。不是什么他喜欢赢哦 ，winning 对，也不是 winning，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也不是 great 是 tariff 就是关税。好，那这个男人对关税的爱可能比我们对鸡排跟奶茶的爱呢还要更深。不过问题来了，这个关税到底能让美国的经济起飞呢，还是只能让美国人还有包括全世界的人买更贵的货呢？那他所想要的制造业回流到底能不能实现呢？还是最后都搞得大家很不爽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聊川普的关税战术，并且来回顾一下历史上那些关税政策是怎么影响世界的，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谁在付关税。那因为川普有说过这个关税是对外国人课的税，那美国人会赚翻了。是，但是呢，所有的经济学家还有任何搞过进出口的人呢，都说不是这个关税是我们美国人自己付的所以说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认知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对啊，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早期的美国其实有把关税调得非常高，去保护内部的就是产业，扶持他们发展，对啊，所以其实就我现在我空身来想的时候，我会觉得，对，我把关税提高的时候，应该是保护我内部的产业发展然后尽量让制造业可以回来我为了要让我美国里面的人民可以自给自足，所以我就做出了这一个判断，听起来蛮合理的。听起来蛮合理的，但是这样子的做法呢，在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大部分国家都放弃了，渐渐的放弃了，特别是在2次大战之后。那好像也很难说，我们现在有看到哪个国家真的是靠关税致富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只要聊川普，也要来回顾一下历史，从19世纪的美国到20世纪的全球自由贸易，再到我们这个世纪的贸易战，来带大家看看关税这把双面刃。所以今天的重点呢，就是川普的关税政策到底是美国制造业的救星，还是全球经济的灾难？好，让我们一起来拆解。那今天这集呢，我们会先聊关税是什么，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吗？接着我们会来聊川普的关税政策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最后呢，我们要来聊，如果川普他现在继续推动他的关税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讨论，也欢迎跟我们说，你觉得关税这一招到底是好还是坏？而且如果异地而处，你就是美国总统的话，你会怎么制定关税政策？是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应该是要来先讲讲关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刚刚说关税不是对国外课的税，是自己人吗？其实对，我们一开始就要先确定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当然它本身的含义是一回事，然后它会造成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经济这件事情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而且是有很多内外在的因素在共同影响的，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了解这个是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还是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关税这件事情呢，它就是政府对进口商品加上的额外税。好，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是机场的这个免税商店不过这也逻辑当然就是相反的，就是政府反而是要你付更多的钱。那你如果对进口的商品也要付更多的钱，它的商品价格提升，那国内的产品呢就会看起来更便宜，更有竞争力。是，好，那所以这个概念有点像是政府可能要求你强制去买台湾的牛奶。好，那因为进口的纽西兰牛奶呢会被课一笔很高额的税，那让它变得很贵，那这样子台湾的牛奶就有竞争力了。好，所以政府这么做呢，当然目标呢就是希望大家少买外国货，多多支持国内的生产。但是这样子真的就能让经济变好吗？我觉得这个就要回到历史上来看了。是吗？因为就刚刚那个状态来讲，理论上我应该就会，这等于就是刺激内部的
消费啊，就是我去消费本国的产品，那应该就会带动本地的企业的发展等等的。不过我们也可以想象，就是说，虽然说大家可能消费会因此转移到国内，但是也要看说国内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产业。比如说，美国它现在要从头开始。再把它的半导体产业建立回来，或再把它的日用品产业、生产业把它建立回来，这个到底是要花多久？然后有没有人愿意投入做这件事情？那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不是说，我今天关税下去，然后就一切都好起来，好像我一个开关好，然后就结束了。那也有可能会造成其他一些效果，我们待会会继续来讨论。不过呢，从历史上来看，我们首先要再来问美国。以前是否曾经真的靠关税发家致富过？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业发展，就是开了非常高的关税啊。没有错。其实，在19世纪的时候，因为美国那时候的工业实力还不如英国吧，还不如欧洲的这些国家，所以那时候呢，就靠，因为那时候主要是农业，然后美国地大嘛，做这个可以生产。他们的农业是比较旺盛的，所以那时候呢就设计了很多关税，那这样子呢才有办法鼓励进口替代，就是在国内呢扶植一些制造业，扶植一些工业起来。那时候政府呢甚至几乎没有所得税这个很难想象。那时候美国是几乎是没有所得税的，因为他们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就是关税。所以说关税是不是能够让美国发家致富呢？还真的是。好，在工业化才刚起步的那个时候呢，为了保护美国本土的企业不要被欧洲的强国碾压，那美国政府呢大举提高关税，这样子外国产品就变贵啦，那大家就会支持本土的生产这样子。那因为那时候美国就是农业国家嘛，那产业不够成熟，那用关税保护市场，这样的关税政策，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有效。那像是钢铁啊、纺织啊、机械啊等等的关键工业，在这个一场算是蛮长一段的时间呢，为政府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收入。是这样听起来，它好像是怎么感觉像国营企业的感觉？因为我是国家用了关税去保护它，然后就直接养起来的。这就是其实台湾人也很爱批评嘛，就是说有某些某汽车公司啊，某汽车产业啊，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其实有时候为了要促进竞争，那关税调降也是一个方式。那这时候呢，国内的这些受保护的产业也得要面对更激烈的竞争，这样子有可能也会造成。比如说，这个产业可能撑不下去，但也有可能造成让产业更加有竞争力。也有可能会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那其实这个经济的影响是很，因为就像水会怎么流，这个其实是只要有缝隙就会流嘛。其实应该，刚刚我听出来了，就是关税我就算加高，我就算在本国里面就是扶持了一个大家都要用，比如说都要用某一家的汽车好了。但我今天关税一降下来，让我们国家的贸易跟经济跟世界接轨，那这个时候我就必须面对世界来的压力。那这个时候就你扶持起来如果不够力的话，其实还是会垮掉，其实还是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对吧？对，没错，就像是新创公司，我们也曾经是新创公司，我们在还没站稳之前呢，政府也会给我们比较多的帮忙嘛，给我们一些什么减免啊什么的，那当然这不是透过关税的方式啊，那总而言之在，如果说就是以国家来说，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在还没有站稳之前，那政府呢透过关税来保护这个国家不要被比较强盛的国家、比较大的公司来压榨，听起来还算是合理啊。不过问题来了，后来这套系统呢就出事了。那这个美国既然在19世纪的时候可以靠着关税这个赚那么多钱，甚至呢连所得税都不用征，那为什么到20世纪的时候反而抛弃了关税，甚至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推手呢？这个不就是因为它变成了就二战吧，应该是二战那时候吧，就变成了全世界的工厂，没错，输出商品，接连一战、二战嘛，对不对？那这个欧洲呢，原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现在就很惨，所以呢，美国突然发现自己是全球最强的经济体啊，
就突然发现自己是超级赛亚人这样子。那这时候呢，因为它有大量的东西可以出口，很多的工业品，其他的国家反而都竞争不过它。这时候，还有这些关税反而是成为一个负担，因为有关税代表其他人会跟你争关税，那他当然就出来做庄啦，因为他也不怕欧洲或其他国家的竞争嘛。那最好就是让我自由出口，这样我就可以赚全世界的钱。好，所以就出来做庄。好，那这有点像是如果小时候啊，在学校个子太小，就很怕被霸凌。可长大之后呢，突然长到180了，突然这个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突然膨胀起来，就反而想要就是当孩子王这样子。那所以就类似这样的，美国在2战之后呢，大力的推动自由贸易，那当然还是对自己有好处嘛。所以他们就开了 WTO， 你们都进来，我做庄这样子。对，这 WTO 或是前身关税自由贸易协定GATT， 某方面就是这样子成立起来的嘛。那这样子呢，就鼓励大家把关税都降到最低。好，这个 WTO 就是我们台湾拼死拼活才用一个很奇妙的名称进入的一个组织，然后现在也没什么用的那个组织。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在 WTO 刚成立那个时候啊，那时候盛威可能年纪还小，那时候有很多新闻报道，都是有很多左派的社运人士，世界各国，那都会激烈的去抗争。为什么呢？因为是反全球化。那 WTO 它象征的是一个全球化，就是鼓励大家都降低关税嘛。那这样子，除了美国它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卖到很多地方之外，其他国家当然也可以。好，但是这时候都以牺牲某些产业为代价嘛。有些国家的产业，它就会被其他国家比较强的相对的产业给竞争掉。比如说我们的牛奶业就会被纽西兰的牛奶业给竞争掉。美国的汽车业可能打不赢日本的汽车，甚至韩国的汽车。好，所以说某些产业它可能会被牺牲掉。所以应该是说多元性可能就消失了吧？就是全球各地就变成台湾就是专门生产晶片，然后美国就是专门生产。对，这是全球化的分工。但你刚刚说那个左派的想法是，左派的想法是因为那这样子，因为他们要照顾弱势嘛，在乎工人的权利。那如果我本来在一个国家，我的产业突然要面对全世界的竞争，那我很快就可能破产，我这个公司很快会解雇所有的劳工。好。那因为消费者都涌向去买更便宜的产品，更便宜的进口产品，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那事实上，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美国，也会发生在台湾，也发生在实际上其他地方。那所以这种经济学家最爱的分工，各自做各自擅长的事情，这虽然是一个理想，然后可以把成本或者是说价格降到最低，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这是好处，但是坏处也是很明显。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左翼分子，然后在街头上抗议，用很激烈的方式甚至是炸弹甚至各种方式。其实那时候的新闻还蛮多的。那包括 WTO 要在哪里开会啊，或者说哪些国家决定要签署加入 WTO 那些都会有很激烈的抗争。但是现在也很有趣，反而是我们认为大右派的川普现在要带头来撕开这个假象，撕开这个假象。因为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因为其实美国自己现在已经发现问题了。好，我们就一帖药呢，一开始吃起来很爽，好，你吃到某个程度之后，就发现药变成毒了。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好，那所以美国在2战之后大力推动自由贸易呢，成立了就是 WTO 然后关税都降到最低全世界市场越来越开放，那美国企业当然就赚了很多钱。但是就有副作用，因为制造业开始外流了。对，那美国人当然很高兴，他发现东西越来越便宜了，都是台湾做的，都日本做的，韩国做的，然后后来都是中国做的。但是自己的工作呢越来越难找了。对。刚说的嘛，就是分工了嘛。对，而这些美国的环保的法规可能比较严，美国的劳工的法规可能比较严，美国的什么的可能比较严。中国没有。或者说曾经的台湾是没有的。好，我们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的薪水也是比较低嘛。是。所以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说，这个消费者当然趋利避害，就是选那个最便宜的东西嘛。好，那所以到了公元2000年呢，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大规模的转移到中国墨西哥等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好，2000年到2010年之间呢，美国少了60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这其实是非常惊人的事情，就是这10年。是，我记得之前是那个底特律那个城这个片鬼城。对，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有那个锈带嘛 Rusty Bell，就是原本是钢铁汽车这些其实都渐渐的外移。
好，那更不用说，其实更在那之前就外移的什么纺织啊，这些早就外移到台湾了，台湾都外移了，台湾那阵子就西进嘛，对，好，就是西进到中国，甚至然后后来到越南啊、孟加拉，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说，其实全世界包括台湾在内，我们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所以川普的逻辑就是说，既然制造业因为自由贸易外流，那我们就把高额的关税重新加回来，把这些工厂逼回美国。那他主张这个 America First。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要透过关税逼企业回流，让美国人优先买美国货，你觉得呢？美国人优先买美国货，那还是回到刚刚那问题，就爱用国货，美国人要能做得出来啊！对，美国人要能做得出来。好，所以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但是到底有没有用呢？这就是问题所在。是，好，接下来呢？好，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第二部分，就是这个关税的影响到底会让美国赚翻，还是伤透脑筋，好，甚至伤透经济。那刚才我们有聊到，川普的关税政策理论上是为了美国制造业回流，但是问题是到底有没有效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想象说这有效。好，就是说我们加关税，那国内的产业可以成长。但是就如我们在台湾也观察到的，我们的汽车虽然比较贵，我们加了很多关税，我们的汽车业也没有看到特别的旺盛了。好，当然也我们还是要持平而论，我们也不是没有汽车业。好，我们去台湾的各个县区就是比较。比如说以前的新北市外围啊，或者说彰化啊哪里，你就会发现很多那种汽车维修啊、汽车零件啊、汽车各式各样的产业。但是你说要汽车整车好，然后自有品牌的，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跟日韩。你让我想到一件事情，现在的内湖科学园区，之前我记得是 for 这些汽车工业的轻工厂的小工厂的园区，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样子。我这台北不熟，但不过台湾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你到地比较便宜的地方，然后马路比较大的地方，那基本上可能左右两排都是绵延10公里左右的，然后左右两排都是汽车相关的维修啊、零件啊、产业啊这些，还有包括是商用车的、货车的。公车的一个各种零组件，各种车，其实这个产业真的是在，而且其实也养了很多人。好，所以说我不能说台湾真没有产业，但是你说有没有像日本或韩国那样的确是没有了。那当然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做到像那样子。那 anyway 呢，关税到底有没有效？这个答案呢很难说吧。好，因为其实关税。好，它第一个直接影响就是会让东西涨价。好，比如说大家可能在讨论说关税到底是谁付的，那其实就是进口商付的。那进口商像是沃尔玛等等，他们要支付额外的关税。那他们进口之来，那这个关税既然增加，他少赚，那他就会把这些价格再提高，然后再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大的可能性是最后是消费者为这个关税买单，也就是美国的消费者是为这个关税买单。那当然最后呢，美国当然会从这个增加的消费金额当中呢收得税收。而且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税收直接就是我不管怎样，我就直接涨我关税，它其实会造成另外一件事，我的原料进口的费用也会提高，所以其实本国的商品搞不好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对，因为其实本国的商品它比如说我钢铁可能被加关税了，可是我本国的汽车产业那你虽然是本国制的东西，但是你用的是国外的钢铁嘛，所以说你最终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也是把这个价格又吸收进去了。所以这有点像是比如台湾的麦当劳突然被政府要求说你只能用台湾本土牛肉这样子，那结果呢就是成本变很贵，然后我们一个大麦克大概要800块这样。那但是我们可能就是会有很多人开始养牛之类的，对，有很多人开始养牛，然后有非常多的就是台南那个黄牛的牛肉，就是开始没办法买到牛肉汤了。对，大概也会有这种情况。好，那所以从数据上看呢，川普的关税让之前就是他上第一任的时候就是说让美国人呢，美国的家庭每年额外支出$1700。好，那平均每个月呢要多花$140来买日用商品。那这笔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可以拿来买一台新的 Switch 啊。对，可以。那可以拿来补，就是说，你说到底有没有办法降低通膨呢？事实上就没有办法。那川普都说，关税是中国在付，或是这个其他的国家在付，那怎么会变成美国人买单呢？那是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事实上是进口商在缴关税，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是，的确有某些
就是生产商，比如说这个生产商是中国、台湾、墨西哥、加拿大，他们会愿意自己承担一部分，因为他们也要担心说，因为比如说假设我是沃尔玛美国的进口商，是，那这时候如果要关税加起来，那我如果要直接转嫁给消费者的话，他也会担心说消费者会不买单，或消费者会去降级消费，就是说我本来要买这个高档的东西，我就买更次的。那这时候其实对这些进口商也不好，所以他也会去用他大量采购的这样的能耐去压低生产商的这边的价格。好，那就是有点转嫁给生产商，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转嫁到国内消费上。好，所以我们不是说100%都一定是消费者被转嫁，是好，只是它都是会被转嫁的。好，那然后比较大的部分是在消费者这边，那这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原因啊，比如说偷工减料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很难知道说这个涟漪会怎么样，一直不断传过去。所以现在或者说到美国 Walmart 如果美国消费者要买一个中国制的电视，那价格多出来的钱呢，通常都是他自己在付，而不是美国在付啦，通常是这样。那川普可能觉得说，刚刚邻居，这个邻居可能是中国，可能是墨西哥或者加拿大，让他们买单这顿大餐，但结果账单来的时候呢，是自己掏钱付账了。那而且这也不只是消费者的问题，企业也会受到波及，因为美国的很多制造业本身，就像我们刚才讲，它需要零件嘛，那些进口的零件在关税提高之后，企业生产成本就上升了，最终就导致工厂如果撑不下去，它可能会关闭。那关闭的话，就可能让一大票的就业机会就没了，本末倒置啊。对，好，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到底哪些行业会是赢家，哪些行业会是输家呢？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因为关税主要针对中国的钢铁业，那中国钢铁业本来就有倾销的问题啊，所以说可能因为钢铁针对中国的钢铁业的这个关税呢，可以有少数的工厂回流。如果有在关注的话，你会发现到中国钢铁产能也是过剩了，它其实一直在大量很卷的把价格一直压低，然后美国内部其实生产钢铁基本上都没有办法符合成本。事实上是全世界的状况了，包括台湾中钢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嘛，所以这个很多国家，包括欧洲啊、欧盟啊，也都在课征这种关税，提高这个关税的比例这样子。那但是这个情况我们就会发现说，美国国内的汽车产业它的生产成本就会上升，那它的车价可能就会变贵，影响销量。那这时候我们当然也要去想，那会不会有办法透过这样的方式，在刺激美国国内的汽车产业去改变它的制程，或者说用更先进的方式来降低它的整体成本呢？就是说虽然它的钢铁可能变贵了，比如说它得用国内的钢铁，可是它可能想出更节省成本、更节省能源的做法，那这反而是逼他进步嘛，对不对？这听起来就是要做偷工减料的事情的，这不是好事吧？有些时候是压住啊，比如说我们像看到特斯拉，或者说现在越来越多车厂，就是车体都一体成型，直接快速压住，那这时候可能就降低了成本，但是可能一开始的投入是需要花钱的，所以说我们很难说它一定就是怎样，但是它一开始带动成本的上升，这是可以预期的。那包括像科技产业也是啊，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到苹果啊等等科技公司，其实大量的使用中国的供应链，即使到现在也还是啊，所以关税呢也会让这些产品变贵。那再来农业呢，那美国当然是农业很强，可是中国就会报复嘛，所以说中国可能会有一些报复性的关税，让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受挫。那但是这也要看谁的筹码比较多。因为其实中国还蛮需要美国的农产品的，所以是吗？对，中国也蛮需要美国的农产品，因为中国自己是没有办法生产那么多小豆跟大豆，这些那大豆有很多的用途，对，美国是超级产量产地嘛，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个事情是很难简单讲，但是我们可以先有一个概念。那像是零售业啊 ，Walmart 啊，美国的 Target 啊这些零售商，因为他们就是主要的第一线的冲击，因为这些零售商进口大量的商品，那关税提高就会导致成本上升，那可能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对，这个前几天在 Twitter 上面还是哪边，就有人在分享，如果川普这一次把加拿大跟墨西哥都涨25%，真的涨下去的话，有哪些日常用品会涨价？第一个东西是番茄，然后我看到傻住了，就原来
提供美国最多番茄的来源是加拿大在加拿大美国跟加拿大边境的那个温室棚里面养了非常多，非常依赖那个地方。还有洛梨好像也是，对，就是有一些。当然美国自己也有，但是因为就是分工的关系嘛，就会发现那我就去加拿大种，或者说我去墨西哥种，或者说如果你要了解现在全球产业链之紧密交纵的现况，我觉得这会是蛮有趣的事情。对，因为就如同我们现在老实说，也没有几个国家可以自己做出一支原子笔啊。其实那么简单的东西，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国家可以自己做出来了。是，好，那台湾可能是少数的可以的。好，这是其实这是我们制造实力的坚强，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已经也是外移了嘛，对不对？那时候本来连口罩都做不出来嘛，好，就疫情的时候，这个口罩突然大家组装一下就把口罩做出来，其实是很厉害的，然后很多国家是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这其实也某种程度上反映现在川普这样做的时候，到底能不能真的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因为有很多技术已经不存在在美国现在这个产业上面了。对，就要重建了，有点像是这个新世纪你要从无到有开始重新打造一个产业，还真是困难。所以关税呢，不是只是对中国或某些国家开战，那美国自己的产业呢也是中枪了，所以这是七伤拳。那某些产业呢会被打得特别惨，比如说2018年川普 1.0 的时候呢，他对进口的洗衣机加了 50% 关税。那不止这个进口洗衣机变贵，连美国本土生产的洗衣机也涨价了。好，那因为没有竞争压力了嘛，所以我们就在涨价，坐地喊价了。对，就坐地起价了。那所以关税呢，不只是说可以让美国本土工业更有竞争力，但其实有时候就是让大家花更多钱而已，这样子。而且当时的研究，因为当时其实它就是一个 A/B test 嘛，就是川普就第一任4年，那时候加了很多关税，所以说很多经济学家就针对当时的这些政策做了一些研究。那这些关税呢，让1800个美国人得到了工作，就是创造了工作机会，但是消费者额外支出的成本是15亿美元，也就是每创造一个新工作，美国的消费者共同付出了81.5万美元的成本。你不觉得发一些失业补助会比较快？我就养这些人就好了，我搞这个。对，所以这其实就是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就批评说，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就业创造方案。是，好，那当然，我相信听到这边很多人就会说，这个其实也是必须的阵痛啊。比如说你要重建一个产业，本来一开始就是很花钱。比如说台湾一开始从无到有建立半导体产业，当然也是很花钱。好，那其实说很多这种国家要扶植的政策，很多时候都会失败嘛。所以说，其实就是台湾也有很多失败的嘛，很少也有一些成功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这很难说。好，那就要看你要看的多长远，以及你现在看的那盘棋长什么样子。好，我们待会会再讲到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的确就像刚才讲的，就是我如果直接发钱给这些工人，那他们可能都财富自由了。好，一个人可以拿到81.5万的美金。好，那但是事实上呢，好。结果是这样。好，所以那企业本身要怎么应对呢？他们就会直接吞下这个关税成本嘛，像是沃尔玛，像是这些汽车业。没有吧？就可能逃到没有关税的地方啊，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制造业的话，就是把自己他就必须要在美国本土上面搞一条龙。比如说特斯拉之前在墨西哥盖厂嘛，我觉得某种想法就是，那你为什么要在墨西哥盖？你为什么不来就是我的中西部有一大片土地啊，你为什么不在那边盖个汽车城？现在要搬到德州去了。对，要搬到德州嘛。对，好，所以其实当然有些国家就优先被课关税嘛，那有些国家可能相对安全，所以那些国家呢就成为包括从川普到拜登，好，这段时间的获益者。比如说很多的企业呢，为了要绕到这个关税呢，并不是直接回到美国，而是搬到越南、搬到墨西哥。所以像这些国家呢，在川普 1.0 跟拜登的这个时期呢，算是获益良多。好，那当然川普的本意啦，是让制造业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但其实并没有直接回到美国，而是可能搬到越南去。好，那我们也看到过去这10年左右越南的快速成长，某方面就是中国摔倒，大家就吃饱，好，就包括台湾在内也是这样子。所以2018年之后呢，越南的出口额大幅的成长，因为美国的企业宁愿转单到越南，好，不想付中国的关税。但是即使转到越南，你也是要重新建厂、训练员工，你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成本，但是还是比搬回美国来的划算跟可能性比较高，因为美国已经
就是说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就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建立这个产业链，所以最后就是美国人买了比较贵的东西，但是制造业也没有回来，帮越南成为这个经济奇迹的享受者，这样子。对啊，这个必须说，就是这一次川普第一波要加关税是加拿大、墨西哥，然后还有中国嘛，然后其实第一名，我记得第一名的最大的那个就美国就是进口最多的国家是整个欧盟区算起来的，欧盟才是最大，但他不太敢干，就是克这个关税，可能很快。这个欧盟的新闻是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好，get ready 了。好，对，他们已经这个好 ，anyway， 我们就持续看下去了。好，那当然，现在此时此刻录音的时候，加拿大跟墨西哥这边的交易已经谈好了嘛？就是说先暂停30天。对，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后来就是你稍微理解一下他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会发现关税真的只是一个武器，他是想要逼迫他们就是做一些决定。比如说他对墨西哥谈的条件是，今天的那个非法移民我要能够直接遣返回你的墨西哥，就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要能够直接，然后就因为这个关税的关系，然后那一通电话，然后就是 OK 了，可以了。然后加拿大那边就是加拿大可能大家不太理解为什么加拿大会有边境的问题，是因为芬太尼原本从墨西哥进口的芬太尼，现在大部分是从加拿大那边进出来的。所以他为了要去防堵芬太尼在美国泛滥，所以他去跟加拿大谈了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就说好，我会加强边境管理，然后所以好，我把我的关税说出来。所以我觉得刚刚一开始在讲的这个川普说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关税是一个very beautiful 的 word， 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好像也没错，因为这个东西亮出来之后，来我被迫你就要坐下来跟我谈。那要谈的到底是贸易这件事情，还是其他东西，我们都可以再继续说。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从这一个事件里面得到的一些还蛮不错的想法。对，那当然，我们有些人会看到他负面的部分，有些人会看到正面的部分，还有一个比较负面的部分是，很多企业家他当然需要提前应对嘛，比如说很多的货他就会提早先发到美国去了，这样子就可以避免就是说在关税实施之前我就已经早就运到美国了。这其实很多中国跟墨西哥的货现在早在川普上任前的半年就已经做了这相对的准备了，那这才可以消化掉这个冲击，不会说一开始这个货物都还在，比如说正在航向美国的船上，突然要加关税，突然就被解了。那这个其实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对，那所以因为已经川普 1.0 的经验了，所以在川普 2.0 的时代，其实中国、墨西哥的企业做了一些准备，然后特别是这些进口商。好，那当然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即使是有准备，这样子的调整都会让企业比较手足无措。好，那有一些比较没有办法去承受这样子的，比如说他没有办法承担那么多的仓储的费用，比如说我预先把货发到美国来，好，那储在一个超级大的仓库，你得花仓储的钱嘛，你是在美国人还没消费之前你就发过来哦，好。因为你要避开关税嘛，你为了避开这个2月1号的关税，你在之前就发过来，那可是那么长时间的仓储，你得花钱好，所以 anyway 这还是一个费用，好像只有比较大的公司，他自己有仓的，好，自己有仓库的才有办法承担这个。那如果是比较小的公司，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跟他的供应商说，因为他没有办法预期接下来的景气或是买气，所以他很难去跟客户或是跟这个主要的上下游去讨论说，我接下来要进多少货，卖多少货，我需要多少原料，这全部都会打乱。所以说其实这个不稳定性让企业也是一个怎么讲如坐针毡，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成本。应该是回到刚刚国威说的，现在已经很少地方可以一个国家就做出一支原子笔。对啊，这全球是一个供应链，所以任何一个地方断掉之后，都有可能会让整件事情没有办法做下去，这是很恐怖的。好，来到今天最后一个部分，我们现在知道川普在2018年的关税政策呢，其实结果并没有达到他当初宣称的目标了，就是说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那可能是因为4年还不够好，但我觉得应该是你刚刚说的，都跑去越南跟墨西哥。对，就是说这个包围网你很难包得很紧。
好，因为这个钱会绕道，然后最后可能是某些在墨西哥的中国商人得利了，好，因为他可以中间再赚一笔之类的。那现在如果要针对墨西哥或针对加拿大也来包围，那可能可能某些加勒比海小国会得利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哈。所以其实钱永远会去追找那个真正有可能的地方。好，那很多时候在美国设厂并不是最合理的做法。那当然，像台积电或者说现在很多半导体产业直接去美国设厂，那可能就是一个政策性完全就是确认的事情。好，那就很清楚。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但那个应该是政府补助了不少钱在上面，也是补助很多钱。好，那可能半导体有补助数十亿、数百亿美金，但是鞋子啊、纺织业啊、好轮胎啊，可能没有获得这样的补助，所以就没有道理说我要去美国这样设厂这样子。那 anyway 呢，川普现在进入 2.0 哈，而且其实拜登的时期也大部分维持了很多关税。好，所以说其实关税这个政策呢，我们可以预期它会再次伟大就关税本身呢会越来越大，但是关税有没有办法让美国再次伟大呢？我们还要持续看下去啊。那现在而且比起2018年更猛哦，他在上任之前就宣布说，未来可能会对中国所有的进口商品课60%的关税，然后对其他所有的国家课10%到20%的关税。现在这个还没有实现，就是他先喊出来。等一下，他之前的那个关税应该也没有再继续调嘛？就是原本就已经对中国课重税了。原本可能比如说课10、课15，对啊，然后课25，然后他打算再把它往上提。对对对。那因为这个税就是看入关的时候那个价格嘛，好，或者说报关的那个价格，然后再往上扣。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全民关税或是全球关税。好，那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次川普的态度是更强硬的。好，那当然这可能是一个他的著名的交易策略。好，他是一个以达成交易为这个知名的一个总统嘛，所以我们知道他为了要让这个筹码看起来很真实，所以他一定要够狠，好，够凶这样子。好，所以这套政策呢，同时又被包装成国家安全战略，也不只是单纯要把制造业搬回来，而是假设我接下来美国跟中国必有一战的话，那到底哪个国家有办法在战争的时期大量的生产民生必需品？假设今天突然发生战争，好，那美国会遇到就像欧洲遇到这个乌俄战争一样的情况，它克制不了，它还是得从这个俄罗斯进口石油跟天然气，很多欧盟国家是这样嘛，好，想断都断不了。好，那如果是美国的话，那美国想要跟中国打仗，好，不管是不是想好，就 anyway， 如果打起仗来，不管是不是因为台湾，或是因为南海，或是因为任何原因，假设突然有冲突，哇，你想要禁掉从中国来的东西还禁不掉哦。这个是你生活日常用的所有东西都是中国做的。好，那这时候其实真的是被掐住脖子，这是蛮恐怖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可以预期这个物价会继续飞涨。好，如果说因为这个关税战争的关系，那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被抵消掉，因为川普同时会在国内推一些减税，推一些降低开支，就是比如说他现在跟马斯克一起在砍一些政府单位预算，对，今天还出了问题啊。好，到底能够砍多少呢？或者说这个到底能不能对经济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我们还不是很知道。好，那但是进口商品会变贵，这个大家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其实消费者也会预期，厂商也会预期，大家就开始调费用。好，那再来就业呢，会不会增加呢？因为其实目标是要提高就业嘛，但是这个是不一定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钢铁业可能增加1700个就业人口，但是同时间汽车业可能少掉几万个人口。但如果我从国家安全角度来想这件事情，这1600个工作人口，他如果让我成功把某些被人家掐住脖子的供应链的节点给建立起来了，我国家安全其实是会更有保障，而且是保障到非常高啊。这其实就是半导体业为什么那么重要的原因嘛。那但是能不能在所有的产业都如法炮制呢？好，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好，再来就是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啊、欧盟啊、加拿大、墨西哥啊，甚至台湾、日本、韩国，我们都不确定，肯定会祭出一些报复性的关税。这边的报复并不是真的大家很生气啦，其实也都是大家演，就是在台面上演戏。但是你总得要做出一些行动嘛，你也不能让人家予取予求嘛。所以说，都通常会祭出一些
这个相互性的这个关税。那例如2018年中国也对美国的农产品、汽车跟威士忌来加税，那这时候美国的部分农民可能就收入锐减，对，就受到影响。好，所以政府还需要额外再花钱再补贴这些农民的损失。好，那这样的情况也会发生。那再来就是企业投资会减少，经济成长可能会放缓，因为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企业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确定性的话，他很难说我要怎么下单，好，我到底该怎么部署，我要不要加大投资，所以这些事情都会因为这些政策的不确定性，因为可能突然我要加关税，突然我暂缓，突然我加10%，然后你不怎样我就加5%，然后再来中国可能又回报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等一下，我觉得这个不是关税问题，我觉得这单纯是川普的问题。是川普他莫名其妙隔几天就改一次关税，就是不确定性。当然我们说动作快，我们出拳出得很快哈，这个看起来很刺激，对我们这些做媒体啊做内容的人来说看起来很刺激，但是它的不确定对于做贸易、做竞争、做企业的人实在是太痛苦，太痛苦。好，所以。那我不如缩手，好，所以在2018年贸易战的时候，美国企业就因此投资放缓了。所以如果这次关税的范围再扩大的话，企业可能会有一些企业可能会更不愿意投资美国市场，或是在某些期间之内可能会观望，好，直到另外下一个阶段，就是说大家要有某些确定性。好，那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企业率先的去投资美国了，包括软银啊、OpenAI 啊、Oracle， 好，那当然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大公司，而且那个是因为他们是 AI 产业，他们有另外一个政策在补贴它。对，所以某些产业可能是很确定的，我就是要一起来跟美国great again， 或者说我们会看到某些国家阿拉伯这个阿联酋就是确定说我要去投资美国多少钱，那可能跟能源有关啊，可能是什么，因为本身就是油国嘛，是，所以这些事情其实要看产业，那有些产业可能就会放缓，大概是这样，也不是说全面的，所以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关税的负面影响那但是我们正如很多人所关注到的，这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安全战略上的问题如果能让美国制造业回流，那当然是很好。那更重要的目标是要降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就算这个制造业是流到越南、流到墨西哥、流到韩国，都比一直待在中国好。好，起码要分散。所以说，特别在一些关键产业上那关键产业当然都希望回到美国了那但是。其他产业，那我也不能都待在中国，所以说分散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包括半导体产业，我们现在知道全球90%以上的高端晶片都是台积电在生产的其实它没有第二家了。如果说现在川普突然觉得说我这个台积电把我们的钱都抢走了，台湾赚了我们很多钱啊，开始要课我们关税。那这时候他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也没有别人可以帮他在美国本土建立这个。没有，他这样子刻完之后，只是 iPhone 变贵了，但其他人没有影响，因为其他全部在外面了。对，好，所以其实你说 Intel 有没有办法突然变厉害呢？其实也。大概有点困难，这不是一触可及的事情。好，所以包括能源啊，还是太阳电池啊、电动车啊、5G 设备啊、6G 设备啊这些东西，目前中国企业在价格上都具有巨大的优势。但是美国批评说，这是透过政府的补贴来压低成本的。好，所以当然说所谓的政府补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要另外再谈因为中国内部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一些策略，好，比如说房地产的减免啊，建厂的减免，这其实台湾也有，世界上各国都有。好，只是说有些事情是大家不懂的，好，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之后再有机会再来讨论。所以这些补贴呢，让美国企业认为说是我们根本无法竞争的，所以在这些高科技产业的美国可能就会被中国彻底超越，不管说我们现在看到电动车也好，甚至机器人产业也好，又或者说能源啊、太阳能板啊，这些东西其实老实说，现在第一名都是中国嘛。那甚至他们的产量超越其他国家的加总，这其实都是非常要让大家警惕的一件事情。还有包括造船，现在中国造船的这个速度呢是非常非常惊人，然后每2-3天可以下水饺一艘这样下水饺一样在造船，但是美国现在要造一艘船已经很困难了。好，这有点像打仗的时候，你打仗如果需要很多船。
啊，你没有办法。当年美国的福特流水线，当年也是像下水饺一样，他们就下水饺一天一烧下去了。现在就很难下水饺了。现在大家都看 Netflix。对，好，所以从国防的角度呢，川普政府的官员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国防产业的某些关键零件是从中国进口的，那包括稀土金属还有电池技术，那当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供应链当然会被切断嘛，那美国的军事生产就会受限。所以说不能鸡蛋都放在中国这边，更何况这个鸡蛋的保有者还是跟你敌对的，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支持关税的人认为，这不只是经济的问题，而是美国要确保自己在一些关键产业能保持独立，不会被中国牵制。那我想这也是包括我们台湾自己也在做的事情了。我想你很难说美国的或者川普这个 2.0 的关税政策是全面的违反经济学常理的啊，是被经济学家所耻笑的。好，但是你从国际战略来说会有不同的意义。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主题呢还有很多值得细谈的，我们也持续会关注这个主题。Anyway， 好，所以这次的全民关税呢，到底是灾难还是妙招呢？反对者认为这会让全球经济倒退30年，造成物价上涨、企业逃离、国际的关系恶化。但支持者认为说，这是一场必要的战略调整，确保美国的长期竞争力跟国家的安全，还有他盟友的安全，这很重要。所以你觉得呢？你觉得川普的关税政策是值得支持的吗？还是它会引发下一场全球经济大灾难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好，那最后呢，记得订阅、分享，好，按赞小铃铛，开启小铃铛。我们思想实验室下期再见，拜拜。拜拜。